父亲跟云伯也已经得到消息，他们已经在等你了，随我去见他们吧。好。剑无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灵道尊。这1000多年，若非是有他布置的那重大阵，3大国度之人老早便杀进皇城了。见过灵道尊。小友客气了。小友天赋古今无双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我们这一届就得多出一位超级存在来了。灵道尊客气了。剑无双，之前王源传讯给我说你还没有死的时候，我还真有些不大相信。现在我东土大唐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在这个关头你能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东土大唐的处境，我在闭关恢复实力时，王源老大便已经传讯给我了，的确很糟。萧帝前辈，别叫我前辈了，你若是愿意，就叫我萧叔吧。毕竟你与双儿之间的事情已经成了，只差仪式没有举行了而已。先说正事吧，现在3大国度的强者就居住在皇城之外，这些年我们一直依靠着灵道尊布置的大阵才能够一直固守皇城。可灵道尊的大阵虽然强横，却根本持续不了多久。啊？我这大阵当中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跟宝物，如此才可以抵挡3大国度强者的攻击。可这些手段就得有大量的能量提供，这能量我可以用一种名为天古经的宝物代替，可这天古经我只有3枚，且每一枚只能让这大阵多维持500年时间而已。之前1000多年时间已经用完了2枚，现在第3枚也已经开始消耗了。这大阵我顶多只能在此维持400多年。天古经？剑无双，这天古经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宝物，蕴含庞大的天地能量，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也并不多见。那道元子身为雪煞门的强者，身上宝物有不少，那天古经也有2枚。仅仅只有2枚？我在进皇城之前已经给3大国度的掌权者传话了，要他们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那3大国度的掌权者只要不是蠢货，不是那种愣头青的话，就绝对不敢无视我的威胁的。话我已经传出去了，接下来就看那3大国度的掌权者如何去选择了。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要不然就只能鱼死网破。我们便在此安心静候3日吧。那剑无双明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化为了血雾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本座也不敢相信，元天尊，是不是我们弄错了？哼，那么多人看到了，之前在皇城外出手杀死古迹道尊的那人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永恒境。一个永恒境如此轻描淡写灭杀了一位2传顶端的道尊，在我们这一届，除了那早已被神化的剑无双之外，还有谁能办到呢？更何况出手那人背负长剑，显然也是剑道修炼者，而且他灭杀古迹道尊的那一指，便有人见他曾经在1200年前那一战施展过，可以确定他的的确确就是剑无双。他的身份不用怀疑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纠结他是如何活过来的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，到底要怎么办？要如何去对付剑无双？呵呵，这剑无双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永恒境。1200年前那一战，他虽然灭杀了道元子，可他肯定也借助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手段。那等了得手段能动用1次已是不错了，应当不可能再动用第2次。也就是说，这剑无双应当不可能再爆发出1200年前那一战的实力。我也不相信那样的实力他能够再爆发1次。
话虽如此，可万一他能够再一次爆发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他没法再爆发出那等恐怖的实力，可他的潜力却摆在那儿了。他若是不死，今后对我们三大国度的威胁可就大了去了。难道又是一个旭日见地？怎么了？好消息，古迹道尊的师弟，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的苦尊主，已经得知古迹道尊身死的消息，已经赶来了，明日便可到达。苦尊主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们正愁不清楚那剑无双的底细，不知他是否还能爆发出1200年前的战力来。苦尊主他便出现了。这苦尊主好歹也是一位3转道尊，有他出手，必然可以将那剑无双的全部底牌都给逼出来。到时候我们根据他暴露的底牌，再来决定战还是退。好主意。苦尊主已经出发了，虽说他现在距离东土大唐还无比遥远，可以虚空神殿的能力，顶多2日，他便可以赶过来了。我们便在此静候。回来了，在外漂泊那么久，总算回到家乡了。还是家乡的气息，嗅着舒服。剑无双，出来受死！是谁？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敢挑衅剑无双大人？哼，就算是3大国度当中那位最强的元天尊，也不敢这般跟剑无双大人这般说话吧？找死的东西，等着办，看剑无双大人待会儿如何收拾他。这声音不是3大国度的那3位掌权者，是谁？苦尊主，竟然是他！苦尊主，剑无双，我们有麻烦了。我刚得到消息，现在在皇城外挑衅你的那人，正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的苦尊主。这苦尊主虽然实力上比你师兄血刃尊主要差上一筹，但名声却极大，手段也极其了得，在3转道尊当中也属于极其强横的存在了。这苦尊主是虚空神殿的人，不可能参与3大国度与东土大唐间的争斗，而我与这位苦尊主也素不相识，他找我做什么？倒不是素不相识，我刚刚得知2日前被你斩杀的那位古迹道尊，就是这位苦尊主的师兄。啊，这么巧？我也是刚刚得知此事，但具体缘由却并不清楚。其实关于这苦尊主的事儿，你大可以去问问你师兄，你师兄跟他同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，对他的了解比我们应当都要多些。也对，大师兄近来可好啊？哈哈哈哈，小师弟，1000多年了，总算又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当初皇城那一战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呢，后来还是师尊告诉我，说你还活着的。大师兄，我想向你打听个人。打听谁？苦尊主。是他？师弟，平白无故的，你打听他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前2日斩杀了他的师兄，现在他已经杀到我面前来了。是这样。我倒是听过这苦尊主有一个师兄，好像叫古迹道尊。这古迹道尊跟着苦尊主的确师出同门，且他们的宗主很早之前便被覆灭了。他们2个是那方宗门当中唯一活下的2人，且2人机缘都不错，都成为了道尊。不过在很久以前，他们2人不知道因何事而翻脸了，这么多年来也并没有什么接触，所以外界知道他们是师兄弟的人并不多。不过再怎么翻脸，毕竟是师兄弟，也难怪这苦尊主会来找你了。师弟，对于这苦尊主，你可得小心了。
这老家伙性格孤僻怪异，一向我行我素。虽然我跟他都是虚空神殿的尊主，也见过几次面，可我与他却是半点交情都没有。以他的性子，即便明知道你是我师弟，也不会卖我丝毫面子的。而且这老家伙实力也不弱，特别是近身厮杀方面，的确很强，在18尊主当中，绝对可以排在第2位。就算是我，若是跟他近身厮杀，也会颇为被动。你若是跟他交手，可千万记住，别轻易让他近身。近身厮杀很强，我明白了，多谢师兄。你我师兄弟，就不用这般客气了。我相信，以你的能耐，应当可以将这老家伙打发掉的。不过，还是尽量小心点。剑无双，结果如何了？走吧，让我们去会会这位苦尊主。他便是苦尊主。剑无双见过苦尊主。你便是剑无双，估计是本座师兄。虽他做了不少错事，纵然百死也难赎其罪，可就算要杀他，也得由本座亲自动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活了还不超过2000年的小辈？苦尊主，那古籍道尊站在3大国度阵营，而我是东土大唐阵营，2大阵营本就是敌人。他到皇城前挑衅，我杀他，那也是2大阵营之争。你苦尊主身为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，莫非也要掺和进来吗？哼，本座今日前来，只是以个人身份，与虚空神殿无关。本座也不管你们2大阵营的争斗。既然你杀我师兄，那我便要杀你。当然，看在你只是一个小辈的份上，本座也不会太过欺负于你。半炷香，你只要在本座手中支撑半炷香的时间而不死，本座立即转身离开，且从今往后绝不再提报仇2字。哦，哼，半炷香时间，一言为定。苦尊主，请了。来吧。2柄战刀。剑无双，受死吧！好快，不仅速度快，威能也很强。不好，他的近身厮杀能力太可怕了。去，九天剑阵，躲开了，好高明的身法。有点意思。幻神秘术，古神一指破剑。师兄说的还真没错，这苦尊主的近身厮杀能力实在太可怕了点。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，却可以跟我厮杀成这样，当真了不起。不愧是这一界有史以来的第一妖孽，估计会死在你的手里，倒也不冤。多谢夸奖。我之前听说苦尊主的近身厮杀能力异常可怕，今日总算是领教了。你应当是从血刃口中知道本座近身厮杀能力很强的吧？同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，我跟血刃虽然没交过手，但他对了解我的一些手段倒也并不奇怪。不过有一点他却不知道。啊？我最大的依仗并非是我的近身厮杀能力，而是我接下来施展的最强一刀。最强的一刀？
小子，接招吧！这一刀之下，你若是死了，那是你咎由自取；你若是没死，从今往后，本座绝不会在你面前提报仇二字。竟然是意识攻击，不好！剑无双要死了吗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果然跟我所料那般。我身为3星王座股神，肉身本就强得离谱，再加上血煞降甲，直接削弱9成9的威能。即便站在那里不反抗，3转道尊当中，也只有站在最顶端的几个少数几人可以伤到我。而这苦尊主虽然实力非常了得，他刚刚那一刀那般恐怖的速度，还那般诡异，在3转道尊当中，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挡得住。可刀法虽然诡异可怕，但是攻击威能却是接近3转顶端而已，这般威能根本伤不了我，连伤我都做不到，想要杀我根本就是奢望。这小子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，可肉身可怕至极，而且他身上所穿的那件血袍也非同小可。我全力的一刀，竟然伤都伤不了他。苦尊主，你最强的一刀已经施展，那接下来你也接我最强的一招吧。武神第2指碎星。剑无双，你赢了。从今往后，本座绝不会在你面前提报仇二字。苦尊主，承让。剑无双，我今日前来还带来了店主大人的一句话。店主大人想问你，有没有兴趣加入虚空神殿？剑无双，店主大人亲自邀请，这待遇自虚空神殿创建以来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具备啊！你可得好好考虑下。我虚空神殿的能耐，你应当也会清楚一些。像你的师兄，也在我虚空神殿内，而以你的实力，若是加入了虚空神殿，立马便是尊主之位，且用不了多久，不定就可以成为虚空神殿的长老了。你好好考虑吧。若是考虑好了，便捏碎这枚令符，虚空殿主会第一时间知道，然后会立即派人来接你。多谢了，劳烦苦尊主你回去告诉虚空神殿，就说我会仔细考虑的。那本座就不打扰了。麻烦了。3大国度的，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限你们3天内给我一个交代。现在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，你们3大国度可想清楚怎么答复我了？这小子看到我们3人朝他靠过去，他竟连动都不动，也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，难道真是有恃无恐吗？他的防御手段堪称逆天，那苦尊主全力一刀都没法伤到他。有如此逆天的防御手段在，他当然不怕。毕竟就算我们3人当中的元天尊你亲自出手，短时间内怕也没办法真正杀死他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们3位便是3大国度那3位掌权者吧？中央那位天尊想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元天尊。剑无双，你想要我3大国度给你个交代，凭什么？难道就凭你1200年前皇城一战的战绩吗？难道还不够吗？不够，当然不够。你别将本尊当成傻子。1200年前皇城一战，你的确展露了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可那份实力并非属于你，而是你用一些特殊手段暂时拥有，且估计就是因为动用了那等手段，你的肉身才会直接化为血雾。那样的手段你能动用1次已是不可思议，想再动用第2次绝不可能。即使如此，本尊为何还要给你交代？
你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已经没法再动用那般手段。如果你们三大国度硬是要把东土大唐彻底抹去，凭现在的我也无力阻止。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元天尊你，还有三大国度的诸位，三大国度可以继续围攻东土大唐，可以继续围着这皇城，而东土大唐的36府以及众多疆域，你们都可以直接瓜分掉。现在东土大唐没有什么反抗能力，我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可有灵道尊布置的大阵在，你们三大国度根本攻不进这皇城里，也没办法将这皇城里的众多强者全部抹杀掉。东土大唐最高层次的力量已经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，而就在你们围攻皇城的时候，我剑无双会直接离去。我会独自一人去闯荡，去寻找众多机缘，去想办法提升实力。以我的天赋，顶多数千年，我便有把握突破达到道尊。万年之内，我甚至有可能达到天尊之境。等我到了天尊之境，或者等我实力达到一定层次以后，我会再次回来的。到那时候，元天尊、极乐帝尊、南帝尊，还有三大国度的所有强者，我不管你们逃到哪里，哪怕是逃到万古混沌世界之外，我剑无双立誓，必将一一找到你们，将你们一个个赶尽杀绝。我也会让你们三大国度在这一界彻底烟消云散，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的。今日我便将话放在这里，你们三大国度要是想鱼死网破的话，我剑无双奉陪到底。剑无双，你在威胁本尊？你别忘了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你能活着度过万年，成为道尊或者天尊的前提下。可若是本尊现在便出手杀你，一切威胁就都不存在了。的确，我一死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所以元天尊，你要不要赌一把？就赌你杀不杀得死我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这剑无双的威胁摆在这儿，我又没有丝毫把握可以杀他。难道真拿我三大国度的命运，我们的性命去赌吗？赌他成不了道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就此退去了？不退去还能如何？关键时候多出一位如此大潜力的驸马，看来这东土大唐气运并没有到头。剑无双，我们三大国度已经商议过了，可以就此退去，退出东土大唐的疆域。单单就此退去可还不够，你还想怎样？哼，你们现在迫于我的压力就此退去了，可等他日我一离开东土大唐，若是陷入某个秘境当中，短时间之内无法抽身出来，你们岂不是可以再次杀过来了？单单现在就此退去，一点作用也没有，毕竟我也不可能一直守在东土大唐内。那你还要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要你还有极乐天尊、南帝尊你们三个，当着我东土大唐还有你们三大国度那么多强者的面，立下誓言，10万年之内不得进犯东土大唐丝毫，不管是明面上还是暗地里，都不得有任何小动作。若是答应，此事才就此作罢。要我们立下誓言？好，本座答应你，我们三人当场立下誓言。有点意思。誓言既已立下，剑无双，你现在应当满意了吧？当然满意了。既然誓言已定，那三位便带着你们的人赶紧离开吧。哼，小弟，这次算你东土大唐运气好，可下次你东土大唐便不会有这般好运了。我们走。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？他是弟子恭迎师尊。唐皇，东土大唐的开创者，交出了青帝、萧帝、云帝、冷帝这4大帝尊的唐皇，消失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唐皇，竟然回来了。起来吧，你们两个的事儿
待会儿再说。老夫离开了这么多年，这清火界的变化可当真不小啊。当初这里只有我东土大唐一方国度的，可现在竟然有4方国度了，而且你们这3大国度竟然还联手打到我东土大唐皇城门口来了，这份胆魄倒真是不小啊。一个天尊，另外2个仅仅只是3转顶端道尊罢了，就这份实力竟然妄图覆灭我东土大唐，哼，可笑。这好强啊，太恐怖了。剑无双，你眼前这老家伙实力挺强的，比那道元子还要强上很多。那道元子即便仗着血煞降甲，在你眼前这老家伙面前，估计也撑不了几招。这么厉害？你3人应当感到庆幸，庆幸在老夫出手前，你们已经立下誓言，10万年不进犯东土大唐。庆幸你们是清火宫的人，不然你们3个已经变为尸体了。你们3个仔细听着，老夫给你们10天的时间，10天之内，你们3大国都不仅要完全撤出东土大唐疆域，且还得将你们3大国都这么多年积累的宝物交出一半作为赔礼，有问题吗？10天之内，我们派人将宝物送来。还算你们识相，滚吧。师尊。好了，先回去再说吧。师尊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是弟子无能，没能将那贱婢控制住，任由他将东土大唐毁成这样。没想到老夫离开的这些年，东土大唐竟然生了这么多变故，老夫教导的弟子竟然会堕落成这样，甚至还与血煞门的人勾结，差点令东土大唐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幸好最后将那血煞门的人给杀了，我东土大唐也不至于彻底消散。小家伙，你叫剑无双对吧？剑无双见过唐皇前辈。哎，叫前辈就见外了。如果老夫没看错的话，你应当是小青的传人。若是按辈分，你应当叫我一声师祖才对呀。师祖？小青的传人？剑无双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所修炼的那门逆天功夫出自我的一位好友之手，而实际上我的这位好友便是我的师姐，也就是4大帝尊当中排在第1的青帝。啊？你修炼的是师姐留下的功法，自然算是师姐的传人，而现在你面对的是师姐的师尊，要你叫师祖并不为过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剑无双见过师祖。嘿嘿，小青倒是选了一个很不错的传人呐，他的那门逆修功法倒是后继有人了。不过小家伙，你今后行事可务必要小心谨慎，千万莫要步入小青的后尘。不要步青帝的后尘。师祖，萧说，青帝前辈他到底是如何陨落的？师姐的陨落，并非是被人灭杀，而是有其他原因。莫非是因为功法的原因？算是吧。那门功法原本是老夫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。当初老夫看那门功法独特无比，堪称夺天地造化。老夫一开始也想要尝试去修炼，但很快老夫便发现，那功法必须要一步步的成长，才能将其能力彻底发挥出来。因此，这功法只能由那些刚接触灵力的小家伙们去修炼，且还不能是万古界的人。毕竟
万古界修炼条件非常了得，灵力充沛，一个人只要肯用心修炼，用不了几十年都可以轻易达到凌霄境，甚至达到天神。这样的话，这门功法刚开始锻造完美根基的那几步便没法达到效果了。于是老夫便去了那众多的千古界位面，在那些位面当中挑选适合修炼这门功法的天才。老夫当时同时挑选了4个小家伙，这4个小家伙便是老夫的4位亲传弟子了。老夫收他们4个为弟子后，便将那门功法一一传授给他们。不过很可惜，那门功法不单单需要天赋，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元素。老夫这4位弟子当中，也就小青具备这样的条件。至于其他3人，仅只修炼了化海层次或是金丹层次，便停止不前了。老夫无奈，最后只能让他们3人去修炼其他功法，如此才能够慢慢成长起来。剑无双，关于逆修所修炼的功法，我曾经也听说过。逆修的形成不仅仅需要一门逆天功法，对逆修本身的要求也非常苛刻。据我所知，具备条件有资格成为逆修的人，就算在一方万古世界内，也未必能有几个。而你很显然便是这清火界内少数几位具备修炼条件的人。这样啊。当初师姐陨落，他将那门功法的修炼法门分成了2个部分，也就是你所知道的那2颗灰色石珠。那2颗灰色石珠，他将1颗交给了我，而另外1颗却带着他残存的意识，通过空间通道进入千古界，去寻找具备条件成为逆修之人。他足足寻找了数万年的时间，最终他找到了你。我想你之前心底也一直很奇怪，为何那颗灰色石珠不出现在别人体内，偏偏要出现在你的体内？那便是因为你是这一届唯一几个具备成为逆修条件的人之一，且刚好你那时还未真正的接触灵力。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小家伙，你所修炼的那门功法非同一般，逆修纵然是整个万古混沌界，也是无比独特的存在。此外，逆修意在逆天，也必将为天地所不容，所以你今后的道路也并不会顺畅。至于到底会遇到什么，等你今后突破成为道尊之后，慢慢的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师祖告诫。啊，对了，老夫刚从我这弟子口中听说，你有一位非同凡响的师尊呢。我是有一位师尊，能够教出血刃尊主，还有你这样的弟子，且拿出那样的聘礼来，你的那位师尊就连老夫也颇为好奇呀。正好你与老夫徒孙女儿马上就要大婚了，你可否请她来给你当主婚人呢？大婚？剑无双，当初在那招婿大会上，你可是当着各方强者的面拿出聘礼来向我女儿求婚的，怎么现在难道还想不认账了？当然不会了，我现在便传讯给我师父。为师1000多年前就给你将聘礼准备好了，你倒好，到现在才成婚。至于主婚人就算了，我现在手头上正有点急事，走不开。我给你师兄传个讯，就让他来带我给你当主婚人吧。师兄代替吗？有劳师尊了。我师尊手上有点急事儿，暂时走不开，所以会让我师兄前来给我当主婚人的。你师兄血刃尊主？哎呀，可惜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明天成婚吧。明天？这么快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呀？不是。丫头，
明天成婚没问题吧？没有。那就这样定了，立刻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吧。那大紫薇丹你服下以后，可曾起到作用了？已经好很多了，且今天师祖亲自给我看了看，他说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是吗？这种感觉真好。以后你可以天天像这样依偎在我的怀里，直到天荒地老。没想到从你口中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明日咱们就大婚了，可惜的是父亲没法来参加。萧叔他应该知道我父亲的下落，等大婚结束了，东土大唐的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，我就得出去寻找我父亲的下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里风太大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求求你，再给我1天的时间，1天就够了，最后1天。一拜天地，双儿，你真美。昨晚你忘了与我喝交杯酒了，现在该补上了。那就为了咱们今后能够永远在一起，来吧。你已经有很久不曾听我弹过琴了，今日便再听我一曲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双儿，咱们刚刚大婚，应当大喜才对，可你这曲子很悲哀，很无奈，对吧？刚刚那曲子名字叫《来生再见》。什么来生再见？难道这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酒，我刚刚喝的酒。剑无双，对不起，我是大罪孽之身，我配不上你，能够当你1天的妻子，我已经很满足，很满足了。对不起，不，我不要你道歉。剑无双，再见了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依旧会选择当你的妻子，你我来生再见了。不，古王，快出手，帮我拦住他！不，双儿，贱婢，都怪那贱婢！父亲，事已至此，说再多也没用了。你也无需再去责怪母亲，就让她待在那雷狱世界，安心度过一生吧。丫头，过来吧。师祖，这是……我们所有人瞒着剑无双，促成你与他的一日夫妻。事后他肯定会发疯，甚至心智失衡，影响他今后的成长。所以我现在在你身上留下一道印记，这道印记对他来说相当于最后一丝希望。那小家伙心性不错，只要有这一丝希望，他便绝不会放弃，这反而会成为激发他的动力，对你还是对他的将来都有好处。我明白了，没时间了。父亲，师祖，再见了。诸位，再见了。剑无双，
你我来生再见。出来了，被封印了那么多年，总算是出来了。这具身体总算归我彻底掌控了。唐皇，老东西，你竟然还在这具身躯上留下印记，怎么？你难道还真想让那剑无双来找我不成？有何不可？雪儿，你怎敢对你师祖不敬？闭嘴！雪儿，也是你叫的？这么多年了，若非是一直被你们封印着，我会装出一副楚楚可怜，装成一个小孩子模样。我会叫你父亲。可笑。不过说来，我也得多谢那剑无双。若非是因为她，这蠢女人绝不会解开自己体内的封印，我也休想这么快彻底释放出来了。不过是为了一个男人而已，竟然连自己性命都不顾了，还真是蠢得可以。闭嘴！哼，阁下，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具身躯，目的已经达到，你可以走了。若是还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也尽管说出来，老夫定当奉陪到底。奉陪到底？你个老东西实力还不错，我现在刚掌握这具身躯，力量的使用还没法达到最完美，还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对上你，所以还是免了吧。放心，那蠢女人之前也跟我提出过一些条件，虽然提出的条件非常可笑，哼，但看在她这么多年对我还算不错的份上，我也答应了她。这一届太小了，我可没兴趣待在这里，就不奉陪了。该死的！师尊，连你也没有办法。先天大罪孽呀！每一位先天大罪孽者都是一场悲剧，同时也是一场灾难。若是有可能，老夫真想将他彻底留在这里，即便这样会连累双儿那丫头也一并死去，也在所不惜。可惜他现在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，即便是老夫也没有把握将其彻底留下来。幸好他并没有选择留下来，而是离开这一界。万古混沌世界内强者无数，希望有人能够在他带来灾难前能够灭掉他。现在我们还是想想该如何跟剑无双那小家伙交代吧。剑无双，再见了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依旧会选择当你的妻子。你我来生再见了。不！剑无双，你醒了。老无双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国王，你早知道他要走。猜出来了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件事得从先天大罪孽者的由来说起。在万古混沌世界，有大罪孽者一说，像很多穷凶极恶之辈，像血煞门的那些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炼化亿万生灵。他们所行之事太过歹毒，太过邪恶，身上背负的罪孽越来越多，渐渐的就会沦为大罪孽者。
这等大罪孽者在万古混沌世界一般会受到排挤，甚至有些势力强者更是会大肆追杀那些大罪孽者。不过这种大罪孽者都是因为后天因自己所行之事而慢慢转化而来的，是后天形成。还有一种无比另类的大罪孽者，便是像你小女友那样的先天大罪孽者，他们比较特殊。先天大罪孽是由上一代遗传而来的，上一代背负莫大罪孽，正常情况下都由其自身去承担后果，可也有极低的几率会将这大罪孽遗传到下一代的身上，这就导致下一代刚刚生下来，明明没有做过任何事，却已然是大罪孽之身。先天大罪孽者，不管他自身品行如何，只要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他体内的罪孽之力会慢慢转化为他的性格，令他变得异常阴毒邪恶，邪恶程度甚至比那些后天大罪孽者有过之而不及。什么？你的那位小女友身为先天大罪孽者，正常情况下她活到现在，早就应该被身上的罪孽之力吞噬，沦为一个大魔头了的。或许是她的母亲对她还有些情谊，所以在她出生没多久，便在她体内施加了一重封印。这封印颇为奇特，应当是出自那道元子之手。就是有这重封印的存在，你小女友体内的那罪孽之力才没有彻底爆发。不过先天大罪孽的罪孽之力何等强横，那道元子的封印根本无法封印太久，且那罪孽之力在你小女友体内还已经形成一道独立的意识。独立意识？你是说冷无双体内有2道意识？对，2道意识，一道是你小女友自己的意识，还有一道则是那罪孽之力形成的意识。冷如雪？难道是冷如雪？2道意识同在一个身体之内，这就相当于一山不容2虎，两者必然分出个胜负才行。之前有着封印存在，你小女友占据绝对上风，可她的身体也有着绝对掌控能力。可那封印解开后，那就不同了。在你回到皇城的这几天，我暗中观察过你的小女友，那罪孽之力已经覆盖了她的全身，她已经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了，也没人能够救得了她。他的身体马上就要被那道罪孽之力所化的意识给占据，而他自己的意识将会被彻底压制住，今后恐怕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，终身暗无天日。什么？终日暗无天日？剑无双，之前你要我拦住他，没用的。他的意识被压制住后，身体便会被那道罪孽之力所化的意识给掌控，先天大罪孽者的恐怖将会彻底爆发开来，他的实力将会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疯狂暴涨，且他的毁灭能力也超乎你的想象。他若是留下来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会选择离开你，甚至离开这一界。剑无双，先天大罪孽者本就可悲，也很可怜，但也没办法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便是想办法提升实力。等你今后成为真正的强者，成为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样的顶尖强者，那样你才有能耐阻止他，然后去想办法去救他。我明白了，强者之路充满艰难，要达到巅峰更是奢望，但我必须一步步去跨越，不管花费多长时间，1万年、10万年乃至100万年，
终有一天，我剑无双必将走到巅峰，到那时候，我就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了。双儿，等着我。唐皇前辈，萧叔，云帝前辈，剑无双，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并不会责怪诸位的。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。原以为这小家伙会因这事疯狂或是颓废一阵，可现在看来，倒是老夫多虑了。他的心性比老夫想象当中的还要强上不少。蓉儿离开时，老夫在他体内留下了一道印记，通过这枚令符可以感应到那枚印记的存在。当然，前提是两者距离不会太远。像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一界，去了无比遥远的地方，这令符也没法感应到。有劳探皇前辈了。老夫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萧叔，有件事儿我想问你，关于我的父亲的。你父亲？啊，你父亲的下落，我倒的确知道一些。不过他的事说来话长，你先坐下，慢慢听我说。剑无双，你应当知道，我们所在的这方万古界，其实只是整个万古混沌世界的其中一界吧？这个我知道。可你不知道，咱们这一界其实一共有2块大陆。啊，2块大陆？对，咱们这一界名为清火界，而清火界的确分为了2块大陆。这2块大陆分别叫做虚空大陆跟轮回大陆。这2块大陆虽然同在一界之中，但并不相连。只有通过独有的空间虫洞，才能够来回2块大陆之间。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大陆，便是其中之一——虚空大陆。虚空大陆其实便是以这片大陆的真正霸主虚空神殿而命名的。这内部的结构你也应当清楚，但那轮回大陆就不同了。轮回大陆论疆域面积，比咱们虚空大陆还要大上足足1倍之多，论强者数量也比我们这块大陆要多上不少。且轮回大陆之内并没有各方国度、各方势力之分，有的只是一个个特殊族群。族群？这些特殊族群身上都带着一部分远古血脉，那些血脉都颇为奇特，就像你身上也拥有独特的血脉一般。小家伙，老夫看得出，你拥有的血脉应当是在万古混沌世界有着极大名气的古神一族血脉，且你的血脉层次还极高。而据老夫所知，在那轮回大陆的众多族群当中，就有一个非常强横的族群，跟古神一族有一定渊源。啊？那族群叫什么名字？萧叔，您继续说。轮回大陆拥有众多族群，这些族群有强有弱，彼此也争斗不休。不过轮回大陆真正的霸主并非是这些特殊族群，而是轮回神殿。这轮回神殿在轮回大陆的地位，其实就跟虚空神殿在咱们虚空大陆的地位是一样的，一直都是高高在上，从不参与各方争斗，但却拥有着莫大的威慑力，在轮回大陆之上无人胆敢挑衅。轮回神殿？轮回神殿跟虚空神殿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有一点不同的是，虚空神殿内部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。在虚空神殿担任要职的那位强者，一般都是在虚空大陆上直接挑选那些顶尖强者。像之前虚空殿主便亲自邀请你，让你加入虚空神殿。可轮回神殿就不同了，轮回神殿的强者，除了极少数一部分人之外，大多数都是轮回神殿自己培养的。那些轮回神殿自己培养的强者，在外界都有一个特殊的称呼，叫做轮回者。轮回者从1阶到9阶，就分为足足9个层次，每一个层次拥有的权限、地位、具备的实力都各不相同。这些轮回者的由来有很多种，有的
本身就是轮回大陆上的一些天才强者，有的则是来自咱们虚空大陆，但大多数却是来自那些数之不尽的千古界位面。千古界？总之，只要你有一定天赋，轮回神殿便会找上你，会以莫大好处邀请你加入成为轮回者。当然了，机缘都是与危机共存的，成为轮回者可以得到轮回神殿的众多资源，但同样也得冒险，而且还是九死一生的冒险。轮回者其实就是一条真正意义上优胜劣汰、九死一生且无法回头的道路。那些被轮回神殿选中之人，从一开始通过轮回神殿的考验，成为1阶轮回者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们便是在疯狂的优胜劣汰当中进行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轮回神殿便会进行一次无比残酷的考验。